在权力的游戏里有这样一个角色，他明明只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但观众们却喜欢用大帝来称呼他，而实际上这只是大家对他的一种嘲讽。如果要用认真的态度去给这个角色一个形容词，我相信出现在你的脑海里的大概会是残忍、暴虐、疯子、暴君这样的词。这个人就是整个全游世界里最为人喜闻乐见的千古大帝乔弗里·拜拉席恩。不过今天让我们放下那些对他的嘲讽和恶评，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在现实生活里许多正在养育或是准备养育孩子的家庭一定会遇到的问题。一个孩子是如何一步一步从恃宠而骄，变得脾气暴躁，满身戾气，最后逐渐成为一个暴君的。嗨，我是骑士比利。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或者你也有想要点播的内容，欢迎你加入这个群组。好了，废话不多说，正片开始。乔弗里是国王，但从心理结构上看，他更像一个从未真正长大的孩子。在精神分析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自我发展。一个孩子需要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学会延迟满足，承受挫败，理解他人，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但乔弗里没有完成这一切。你会发现他有几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他想要的东西必须立刻得到，一旦被拒绝，他立刻就会陷入极端愤怒，甚至开始施暴行为。他无法理解他人的痛苦，他甚至用他人的痛苦来取乐，来满足自己。同时，他需要不断证明自己是王，并且他也是这么做的。I am the king. 所以，与其说他是一个暴君，不如说他在精神层面上是一个拥有至高权力的未成熟的人格。乔弗里身上最危险的，并不单纯只是那份还没有成熟的幼稚人格，而是他的这种幼稚人格，或者说他的这种极不成熟的心理状态，被他所拥有的权力无限地放大了。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全能幻想，也可以叫做全能自恋。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在每一个人的婴幼儿时期，我们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小婴儿会以为世界是围绕自己运转的，因为只要自己一哭闹，马上就会有一个人来满足自己。可能是饿了，可能是尿裤子不舒服了，可能是困了，而这个人通常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因此，这个时期的小婴儿就会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整个世界都是围绕着自己转的。只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开始慢慢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需要去做的事情，别人也不会整天都围着自己转。而随着我们越长越大，我们也会知道，我们会遇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的。有些是我们独自可以面对的，有些则需要我们与其他人协作才能完成。但在乔弗里的成长过程中，完全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因为他生来就是能够继承整个王国的王子，并且很快的，他真的成为了国王。于是他的心理状态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结构，他相信自己是绝对的，坐在至高无上的铁王座上，拥有绝对的权利，所有人都必须听从自己的指令，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为所欲为。
而围绕在他周围的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配合了他的这个幻想。在原作的故事背景里，小时候的乔弗里就显露出来了强硬的个性。据说有一次他看到一只怀孕的母猫，乔弗里为了看一看怀孕的猫肚子里的小猫是什么样子的，就用匕首剖开了这只母猫，取出了它肚子里的小猫，并且还拿着其中一只去给劳勃看。劳勃·拜拉席恩虽然说登基为王之后整日沉溺在酒池肉林中，但好歹也还算是个比较正常的男人。他对乔弗里的这种残忍非常震惊，愤怒之下甚至打掉了乔弗里的2颗乳牙。有人说，乔弗里性格中的这一抹令人不安的反社会人格，既来自于他实际上的真实出身兰尼斯特家族，也来自于瑟西自幼对他的纵容和溺爱。但至少在他的童年时期，还有劳勃这个名义上的父亲，以及实打实的7国国王能够对他形成一定的约束。但是劳勃死后，我们就能看到乔弗里身上所有的束缚全都不存在了，他更加陷入了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状态。我们刚才提到过，婴幼儿会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会觉得全世界都是围着自己转的。在电视剧里，几乎发生在乔弗里身上的所有的大事件，全都透露出了这样的逻辑。乔弗里没有听从瑟西的劝说，当着全城百姓的面执意处死了奈德，这让他体会到了当一个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快感，可以想杀谁就杀谁。而至于杀死奈德会引起北境叛乱，这个麻烦的事情就由军队去处理，反正我自己不需要去上战场。而当史坦尼斯围攻君临城的当晚，乔弗里临阵逃脱，却在逃跑之前命令小恶魔替代自己指挥前线的战斗，又是一个别人来解决这个巨婴遇到的问题。而另一个并不是那么显眼，但却比这2件事情更加能够体现乔弗里的这种全能自恋心态的事件，就是在君临城守卫战之后，他迎娶小玫瑰玛格丽提利尔那一次。在这个场面里，仍然沉浸在打了胜仗的喜悦之中的乔弗里喜不自禁，坐在铁王座上威风凛凛地奖赏那些他认为有功的人。此时，来自高庭的提利尔家族提出，希望国王能够迎娶玛格丽提利尔。有趣的是，乔弗里看到玛格丽的容貌之后，虽然喜上眉梢，但刚开始仍然是拒绝的。而他提出的理由是，他已经向众神发誓迎娶珊莎。一个在人类世界里可以为所欲为的全能自恋的王，遇到了神，确实是会忌惮几分。但就在这个时候，彼时君临城里的大学士派希尔却立刻看穿了乔弗里的心思，主动站出来替这位国王解释和开脱。于是乔弗里高兴地答应了这门婚事，顺带着甩掉了珊莎。婴儿根本就不会说话，也不需要说话，只要表现出一点点不满，就会有大人主动地跑过来，把婴儿想要的给他。乔弗里也不需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派希尔大学士就主动过来，把乔弗里想要的东西给了他。坐在铁王座上的乔弗里看起来像是整片维斯特洛大陆的国王，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以为全世界都会围着自己转的小婴儿。而之所以在他周围的人都会主动去承担那个照顾婴儿的父母的角色，我想你一下就能明白，因为乔弗里是国王。很多观众都会问，为什么乔弗里那么残忍，甚至是他还表现出十分享受他人的痛苦？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非常接近于施虐性。但乔夫里为什么会想要施虐？如果我告诉你，施虐表面上看像是在显示自己的强大，但很多时候它恰恰能够反映出施虐者自己身上的那份深层的不安全感，你会怎么看待乔夫里这个角色呢？一个内在稳定的人是完全不需要通过伤害他人来证明自己的强大的，但换作是一个内在脆弱的人，他就会害怕对周围的一切失去控制，害怕被环绕在周围的人否定，进而害怕自己不够强大。在我们这个系列视频里，我们就曾经分享过，乔夫里的母亲瑟西身上就包裹着一层非常深刻的不安全感，这导致了瑟西慢慢走上了需要操控一切才能让自己安心的道路，而乔夫里完美地继承了瑟西的这一人格特征。而这种所谓的继承，与其说是来自于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倒不如说是来自心理学意义上的代际传承。代际传承是一种通过情感来影响一个家庭中的后代的方式。乔夫里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里，公开名义上的父亲劳勃是一位无可争议的最勇敢的战士。篡夺者战争期间，各大家族都推举劳勃为叛军的领袖，而劳勃本身也确实有这样的实力。战场上的劳勃威武、勇敢、气场十足。据说劳勃在战斗中挥舞着一柄巨大的战锤，而那柄战锤奈德根本拿都拿不起来。有这样的一个父亲在家里坐镇，乔夫里在他的面前自然显得什么都不是。原作里，劳勃对于自己的王位继承人乔夫里有过这样一段评价，他说：我不止一次梦想放弃王位，带着我的骏马和战锤坐船到自由城邦去，整天打仗、历险、歌舞、逛窑子，那才是我该过的生活。做一个佣兵国王，到时候吟游诗人不爱死我才怪。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真的那样干吗？就因为我想到乔夫里坐上王位，瑟西在旁边叽叽喳喳，那是我儿子奈德，我怎么会养出这种儿子？可以看出，劳勃是不认可乔夫里这个儿子的。在心理学家的眼里，一个孩子要成长为成年人，尤其是在心理上要变得成熟，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精神弑父。所谓精神弑父，并不是真的要杀死自己的父亲，而是说自己要能够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一个时刻脱离父亲的影响，甚至能够做到超越父亲。可是劳勃的存在对于乔夫里来说简直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更不要提摆脱他的影响或是超越他了。而乔夫里的母亲瑟西又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同时面对着这样的父母，乔夫里能够做的就只有用一种方式来确认自己。既然无法提高自己的高度，那就降低别人的高度，把别人强行降低到比我更低的位置就行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能够十分清楚地从乔夫里和艾莉亚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面对抗中看到。艾莉亚作为林东城的次女，正在与屠夫的儿子玩闹，而这场玩闹也是由艾莉亚主动提出的，但是这一幕被乔夫里撞见了。从乔夫里的嘴里，我们听到了一个完全无可挑剔的理由：一个屠夫的儿子正在袭击一个贵族家的女儿。乔夫里看似为了正义而出手，想要用自己的身份来向屠夫的儿子施压，并且在珊莎的面前展示自己的强大。
只不过他挑错了对手。艾莉亚天生就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小丫头。明显比艾莉亚年长不少的乔弗里，竟然被艾莉亚打得连连求饶，原形毕露。也就是说，乔弗里选择的操作模式就是逮住一切机会，让别人臣服于自己的国王或是王子的身份，并且寻找机会让对方无比痛苦。所以乔弗里的残忍本质上是用他人的痛苦来掩盖自己的脆弱，而这种借助身份构建起来的伪装，一旦遇到超越他自身实力的对手，乔弗里就会露出他真实的脆弱来。让我们再来谈一谈乔弗里的父母对他产生的影响。这里我想先从瑟西开始说起。我想观众们非常容易看出来，瑟西对乔弗里的爱是非常极端的。这并不是健康的爱，但又和我们平时所理解的溺爱有很大的不同。在电视剧中，我们能够看到同样的母子角色，阴潮城的莱莎夫人对她的儿子罗宾就更接近于溺爱。罗宾被完全养成了一个无法脱离母亲的妈宝，甚至在那样的年纪还会当着来宾的面吃奶。而瑟西对待乔弗里则复杂得多。在我们先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讨论过，瑟西因为自己童年时期的经历变得极度不安。在乔弗里的成长过程中，瑟西更多的把这种不安以控制的方式投射在了乔弗里的身上。首先，瑟西对于乔弗里的过激行为几乎从不进行限制。自从嫁到了君临城里以后，瑟西对于亡夫劳勃就是完全失控的。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一季中，劳勃在临冬城的晚宴上当着瑟西的面，在宴会上和其他女性搂搂抱抱，举止亲昵，而瑟西只能干瞪眼看着。也由此，当劳勃想要管教乔弗里的时候，瑟西就会出面制止。他在某种程度上把乔弗里当成了自己的延伸。既然自己没有办法直接反对劳勃，那就让乔弗里不受劳勃的控制，间接形成了自己对劳勃的反抗。而在这基础之上，瑟西不断地向乔弗里强调他是国王，因为乔弗里成为了国王，那自己就是太后。整个维斯特洛大陆上到贵族，下到平民，都会听从于乔弗里的指挥，而乔弗里是听自己的指挥的，因此就完成了自己对所有人的控制。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乔弗里完全没有机会形成真正的自我。在他的身上，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东西，一个被无限放大的身份——国王。这也是为什么乔弗里总是喜欢说那句 I am the king。 I am the king。 而乔弗里成长的另一面是父亲的缺席。他在名义上的父亲是劳勃·拜拉席恩。劳勃登上王位之后，他的任性自由的性格更加变得没有遮拦，这被乔弗里看在眼里，多半会认为父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因为他是国王，没有人胆敢阻拦国王，就连母亲瑟西都拿国王毫无办法。就是这样恣意妄为的国王父亲，他就连自己的妻子生产的当天都能带着人不管不顾地出去打猎，又怎么会尽心尽力地去参与这个自己压根儿也看不上眼的儿子乔弗里的成长呢？就在国王劳勃垂死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才想起来对乔弗里说，很遗憾自己没有花时间陪伴过他。而一个家庭中，父亲角色能够为孩子的成长提供非常重要的东西，包括为孩子提供清晰的边界，建立起足够的规则意识，顺利帮助孩子随着不断长大而进入现实世界。但乔弗里根本就没有得到这些。
所以结果就是他拥有无限膨胀的欲望，却没有规则能够约束他。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没有一丁点的边界意识。乔弗里的结局看似偶然，但从心理结构来看，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他无法承受哪怕一丁点的来自现实的反抗。在他的眼里，他的世界必须是所有人都无条件服从他，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他的意愿发生，甚至能够主动发生。但这样的世界怎么可能会存在呢？真实的现实世界不可能永远无条件地服从于某一个人，哪怕他是国王。而当他周围的现实开始反抗的时候，他既不会做出应有的调整，也不会进行自我内省和反思，他只会变得更加极端，更加变本加厉。最终结果就会是他自内心深处到外在的身体会经历系统性的崩塌。这也是为什么在故事里，乔弗里的死亡并不是来自外部世界所造成的切割性的外伤，而是来自于身体内部的剧烈中毒反应。对于乔弗里这个角色来说，这真是象征意味十足的死亡方式。说到这里，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乔弗里只是一个怪物吗？也许不是，它更像是一个极端的案例，让我们能够看到，当一个孩子没有被好好养育，当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失了太多，但却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利之后，会发生什么。故事里乔弗里这个角色所演绎的问题，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普遍存在于现实世界里的家庭结构的问题、养育方式的问题，以及社会权力系统的问题。乔弗里从来没有学会怎样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他没有学会如何去面对挫败，如何去理解他人，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真正的自我。他只学会了躲在一个身份之下张牙舞爪。而乔弗里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只能通过控制他人来确认自己的时候，他迟早会失去一切。感谢收看今天的心理镜头。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为我点赞，并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们，让更多人能够看到这集内容。如果你也是在 B 站上看到这集内容，请为我一键3连，你的支持是我能够继续下去最大的动力。如果你也有喜欢的人物，或是其他任何想要听到的内容，欢迎你随时给我发送消息。你也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或是加入我们新建立的群组。如果你愿意，下一次我们可以继续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见更多角色，也看见更多我们自己。我们下期再见。 Tell me what you think of her. Who? Marjorie. She's an ideal match. With the Tyrells beside us, we'll crush the Northerners. Hang their lords, burn their strongholds, sow their fields with salt, and no one will think of rebelling for another century. It is a good match, but what do you think of her? She's beautiful and intelligent. Yes, she is. Her concern with the well-being of the common people is interesting. To me. I only meant that to go out of your way to endanger yourself. It's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boring conversations I've ever had. Marjorie Tyrell dotes on filthy urchins for a reason. She dresses like a harlot for a reason. She married a traitor and known degenerate like Renly Baratheon for a reason. She married Renly Baratheon because she was told to. That's what intelligent women do. What they're told. You need to ask yourself what I don't is need
to do anything.